朋友们，这里是南太平洋的岛国瓦努阿图，这里的酋长啊，简直不要太好客了。白天带着我去赶海抓八爪鱼和各种大螺，晚上还带我去抓手臂一样粗的大龙虾，主要还能把捉来的海货啊都做成当地美食，真是再次刷新了我对酋长的认知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位就是酋长，欢迎收看瓦努阿图第5集。Welcome to 瓦努阿图。OK， 咱们正片开始。由于酋长的地盘啊在这里，我目前还在北部，所以就先从这里开始说起。拜拜，拜拜。和酋长约好后的没2天，我便和北部班格楼的小伙伴做了最后的告别。在这里也住了半个月，所以大家还是有些不舍，但是也没得办法，天下无不散的宴席。到了机场后，我又坐上了这种小型飞机。看我的外表是笑容满面，但实际我的内心却是心惊胆战的。重点是去酋长那没有直飞，需要在另一个岛屿中转2天才能继续出发。朋友们，我已经到桑托了，但听说这里有个廊洞非常美，所以我想先去打卡一下，再继续出发。走，找了一辆这个的士。今天我去的廊洞位于桑托岛的这里，从城里开车去要半个小时，打的往返一共花了我200多元人民币。到了，朋友们，这里是需要买票的，多少钱啊？2000 哇，太美了，水好清啊，还那么多鱼啊！朋友们，我已经忍不住了，我就想下去看一下，这水太清了。我估计这里是河水，特别冷。哇，真冷，好冷，好蓝啊！哦，好蓝。这绝对是河水，好冷。OK。这么美的景点，居然都没有游客来啊！只有我跟 OK 哥2个人是游客。下水后没几分钟啊，我感觉身体的保暖机制被激活了，又或者是这水下的景色太美了，现在的我完全没有感觉到冷。太美了，这是我见过最美的廊洞。朋友们啊，就连这岸边也都非常美。你看这些小草，还有这些小鱼，我就感觉自己趴在一个超级无敌大的草缸里。这种场景我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。朋友们，有来桑托一定要来这个点，太棒了，而且一定要下水，没下水啊感受不到这个美，真的太多鱼了。看完廊洞后的隔天啊，我又继续出发去酋长那了。不知道你们发现没，我都是买到最后一排的座位，毕竟这样心里会更放松一些。好了，这里下完飞机后啊，由于这个岛上的路没法开，所以我又坐了3个小时的船，这才总算到了酋长的地盘。酋长，终于到酋长这里了。看我的发型就知道了，绝对3个小时以上。原来我是住这个房间，现在他盖了2个新房间，比较简陋哈。No mosquito。No mosquito。哦，到哪个地方我最怕的就是蚊子，也是有花的，仪式感少不了啊，带朵花。酋长家门口好多椰子树，我准备采几个来解解渴。因为酋长和我也是老朋友了，所以到他家里我也很随意啊。好多椰子呢，哎呦，掉了。OK， 哇！就在当天的傍晚，闲不住的我又整理好了装备，准备让船长带我去就近的地方潜潜水，看看这里的晚上都能做到什么样的海货。下！
朋友们，你们没看错，这里酋长非得安排2个小朋友来帮我。不过你还别说，海边长大的小孩潜水就是与生俱来。他们太猛了，脚蹼都不用穿。开始吧。首先找到的是一只小乌贼，我更喜欢叫它小卵丝。这个不管你怎么做啊，都好吃，就是个头小而已。好吃的小家伙来一个。哦呦，下面看到一群，拿2只去吧。龙虾没看到。小乌贼放好后，我又游到原来的位置，继续下潜，继续开枪。又一个，又是这小家伙。小朋友帮我拿着。OK。接着我又找了好一会儿，2个小朋友呢也在帮忙努力的寻找，但就是不见大龙虾的身影，倒是被我找到一只别的虾，就是眼前的这只琵琶虾。这次总是徒手抓了，收了第1只这个琵琶虾。哇，这个琵琶虾挺大的。这里真的是好巧不巧啊！就在第1只琵琶虾的不远处，又发现了另一只。难道今晚是要琵琶虾爆桶的节奏吗？找了好久龙虾就没看到，又看到一只琵琶虾。又是一只琵琶虾吗？对。哇，这个 rap 不错。到目前为止啊，时间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，但收获还是寥寥无几。然后我怕小朋友在水里冻着，所以也让他们先上船了。接下来的时间啊，就我自己找。朋友们，后面是琵琶虾没有，龙虾就更别谈了，只能继续收眼前这老演员了。其实前面我就看到好几只老演员，一直啊都没下手。啊，一个鱼，这么大的鱼。对。老演员打完后，其实我就打算再找个10分钟就收工的，但偏偏就在这10分钟里给了我一个惊喜，真是叫着迟来的爱啊！总算给我捉了一只好大的，船在哪？哦，好大龙虾！平常没觉得龙虾这么难找，今天找到一只，好高兴的很。OK， 继续。接着后面啊，为了再次惊喜，又花了我20分钟，但好像是与惊喜无缘，只能顺手把这2只寄居蟹给带走。2个寄居蟹，龙虾不够啊，寄居蟹来凑。收了，走吧，估计也找了2个多小时了。啊，回去。啊，我们终于回来了，看看我们是怎么洗澡的。舀这个桶里的水，这里都没有淋浴头的，还别说热水了。这就是我今天晚上全部的收获。今晚的龙虾是真不好找，就找到1只，不过这一只蛮大的，有个3斤左右。琵琶虾倒是捉了2只，这个还是不错的，蛮好吃的。老演员就不介绍了，但呢，刚刚酋长已经把它杀好了，也拍一下。今晚呢，就拿2只琵琶虾跟个小鱿鱼来做沙拉，爽口沙拉。做沙拉其实超简单，就是把琵琶虾和小乌贼的肉都给剪成小条状。因为酋长这边条件有限，只能加点青椒、柠檬还有酱油，最后再搅拌开就能开吃了。朋友们，海鲜沙拉已经做好了，你们先吃。比煮熟了更好吃。能吃出琵琶虾的鲜甜，还有这个小卵丝的软糯的味道。还好加了个柠檬，特别棒。再加上这个青椒的爽口，我的乖乖。好吃。他还没说2句，都快吃没了，我的天哪！不能再吃了，我还留点给摄影师吃。还知道给我留一点，谢谢你了。朋友们，说了你们都不信，在房间里睡觉太热了，然后又没风扇，所以我们在房间外又搭了帐篷，在外面睡更凉快。OK， 那就先睡了，朋友们，晚安。
朋友们，早上好！我们先来看看酋长家的风景是怎么样的。上音乐。今天啊，我有2个计划。第一个计划是去找芦梗。芦梗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眼前的这个家伙，它为海牛目芦梗科草食性海生动物。第二个计划就是去捉八爪鱼，因为下午我们要做一个当地人逢年过节都会吃的美食，叫做拉布拉布，海货越多越好吃。今天他又去露露啊，脸盲，我还以为是昨天那个男孩子，反正长得都一样。这个露露在这里，forget。酋长讲，今天我是队长，带着这个3个小朋友出海。除了3位小朋友外，酋长还多叫了1位老朋友来帮忙，毕竟人多力量大。但就在我们到达芦梗常出没的地方时，这天气突然就变得非常糟糕，又是刮风又是下雨，主要浪也大。等了半小时后，也还是一样的天气，所以我们决定今天不找芦梗了，直接换地方去弄我们的海鲜。现在我们准备下海去弄点八爪鱼，不然我的拉布拉布啊都没戏了。人多的速度就是快，这还没找一会儿，酋长的老朋友就找到第1只八爪鱼。但今天浪大，加上这只八爪鱼特别鬼头，一直躲洞里就是不出来。于是我和老大哥相互配合，没一会儿，这八爪鱼总算从洞里爬了出来。终于等出来了，浪好大，第1只八爪鱼。八爪鱼拿上船后，我们又开启寻找模式，但再次找到的可不是八爪鱼，而是一个大法螺。就在大法螺的边上，刚好有一个极光海星，太巧了，我送给他吃。是的，朋友们，就在离大法螺10米左右的地方，正好躲着一个极光海星。这家伙唯一的天敌只有大法螺，估计大法螺啊也是闻着味道找来的，所以我自作主张让大法螺坐了一次高铁，不到几秒就吃上了极光海星。今天本来是计划捉3只八爪鱼的，但接下来的半小时是啥都没有。还好后面我改变了计划，就在深的地方没找一会儿，一群大海狼便出现在我的面前。这还等什么？挑只大的收了。啊，来，帮忙！但这次开枪啊，并没有一枪爆头，导致这大海狼一直跃出水面洗鳃。加上这海狼太大了，目测过去最少有个20斤，所以我也不敢用手去帮忙。跑了，我的妈呀！这海狼跑了，对于我来说是常态，毕竟它的爆发力太强了，每一枪爆头都是未知数。不过我眼前又找到的这只石斑就不一样了。如果能打中，那基本上是10拿9稳。石斑鱼一条，前面那只海狼更大，是这个石斑起码2倍到3倍大，太可惜了，跑了。今天的风啊太大了，在船上拍的视频都没法用，爆音的，所以只能临时口播了。现在啊，我们再打最后一只鱼就收工，就打眼前的这只黑瓜子。大家平时有看到这鱼啊，一定要尝尝，口感不输过东星斑。这黑瓜子还蛮大的，估计有个3、4斤。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回来了。今天的收获是2条鱼，还有1只八爪鱼。拉布拉布的食材啊，我就选了龙虾、八爪鱼，还有黑瓜子。今天做的这拉布拉布啊，也是挺复杂的。首先得找来很多小石头，然后放火里给加热。拉布拉布的主食，酋长夫人选用的是菜椒，和平时吃的香蕉可是不一样的。除了菜椒，还需要很多的椰蓉，这里 Lolo 就派上了用场。一切准备好后，这才把椰蓉的椰水都挤到菜椒里，搅拌开后，再把菜椒均匀的放到香蕉叶上，
接着把黑瓜子、大龙虾、八爪鱼都放进去，加入一些调料，紧接着把香蕉叶都给包裹好，放到火上，再把前面烧的石头一个一个的摆了上去，最后再铺上一层又一层的布袋，这才总算结束了。朋友们，拉布拉布的前期工作已经花了1个多小时，现在还要再等2个小时。确实啊，好吃的东西总是需要等待的。这里过了2个小时后，我们又是拉布袋，又是拉石头的，这才总算把拉布拉布给弄到了酋长的大厅里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尝尝它的味道吧。这个就是那个菜椒，好香，good， 椰香味。八爪鱼我不知道好不好咬啊，试一下。很好咬，就跟吃墨鱼一样，太好吃了。再尝一下这样做的龙虾怎么样哈？很香很香，然后又不柴，哎，奇怪，好吃好吃好吃这个，这就是那条黑瓜子，好嫩的肉。今天这种做法，所有的海鲜味道都更上一层楼，绝对的，太棒了。哇，吃饱喝足了，朋友们。OK， 探索玩娃图第5集就先到这。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给个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，拜拜。